明朝年间，有这样一位赶路人，他来到一座废弃的古宅里歇脚，推开大门，便觉得里面阴森森的冒着冷气。男人看见不远处有一口古井，便走上去打点水喝，可井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勾着他，男人的身体不断的往下探，最后完全坠了下去。如此诡异的古井让附近的人们避之而不及。可最近这座闹鬼的古宅住进来一个书生，书生名叫陈仲公，他认为世间本没有鬼神，鬼神只在人心，他倒要看看鬼到底在哪个地方。而他此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他的母亲在这之前一直卧病在床，书生去了趟寺庙祈福，希望母亲快点好起来。如若成功，他愿意抄写经文100遍。没想到母亲很快就康复了，书生连忙去寺庙借佛经，准备还愿。可寺庙里的高僧告诉他，抄写经书一定要心静，不能在嘈杂的地方，并且抄经之前要沐浴、焚香、斋戒，最重要的是不能接近女色，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。临走前，高僧还赠予书生一串佛珠，并告诉他，在遭遇邪魅时，佛珠可保他一命。就这样，书生一路奔波，来到了这座废弃的古宅。随行的老仆人告诉书生，方圆几里就属这儿最清净，但有一点不好，就是里面的古井十分邪门，有不少人掉进井里，连尸首都捞不出来。书生是个读书人，从来不信这些怪力乱神，毅然决然地住在了这里。仆人们将这里打扫干净后便回去了，只留下一个小书童作伴，照顾书生的饮食起居。但很快意外就发生了。这天，书童拎着水桶来到古井打水，可当他看向井里时，整个身体突然僵住，仿佛被井里的什么东西吸引住，身子不断的往下探，眼看就要掉下去了。书生发现异常，赶紧将他拉了上来。回过神来的书童想起刚才的遭遇，突然大叫着跑开了。晚上，书童在房间里辗转反侧，回想起白天的遭遇，仍心有余悸。就在这时，院子里突然传来打水的声音，书童非常诧异，因为这座古宅里只有他和书生2人。受到惊吓的书童赶紧将这件事告诉了书生。书生半信半疑地下床查看，手持烛灯朝古井的方向走去。突然一阵妖风袭来，烛火瞬间熄灭。书生大着胆子来到了井边，往井底看了看，发现是强风吹动水井里的水桶敲击井壁造成的声音。书生笑着摇摇头，感叹书童的大惊小怪。他还是相信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。由于要在这座古宅里待一阵子，书生叫来了一些工人，将宅子修葺一番。因为没有完工，工人暂时就住在了宅子里。晚上，书生焚香之后，开始抄起经文。没想到一个工人如同中了魔咒一般，自己跳井身亡。看到这一幕的书童被吓得魂不附体。第二天一早，书生赶紧让工人打捞尸体，可捞了很久，除了捞上来一只鞋子，什么都没有。书生花大钱让工人下去看看，可哪怕书生从10两加到100两，都没有人愿意下井，因为这一口井淹死过很多人，而且从来都没有捞到过尸体。工人们感到邪门，连工钱都不要就离开了。书童也被吓得不轻，收拾好行李就要离开，还劝书生跟他一起回去。可书生一身正气，说道：大丈夫未能是人，焉能是鬼？既然是来抄佛经的，就一定要抄完了才能回家。书童只好决定晚上回家，白天再过来伺候书生。转眼又到了夜里，书生在房间里来回踱步。虽然自己不信鬼神，但这接二连三的诡异事件难免有些发怵。就在这时，屋外传来了一阵怪叫，书生依旧十分胆大，立刻出门一看究竟。很快他就发现怪叫声是从井里传出来的。可当他朝井底观看时，突然发现井下水里的倒影居然不是自己，而是一名婀娜妩媚的女子，浅笑嫣然，不断朝他招手，嘴里撒娇着：来嘛，下来玩嘛。书生浑身像被定住了一般，无法动弹。鬼使神差的他慢慢俯身，身体不断往下探。就在马上要跌下去的时候，不小心踢倒了水桶，巨大的声响让他一下子清醒过来，赶忙逃回了屋里，拿起佛珠就是一顿念叨。就在他心情逐渐恢复过来的时候，又被门外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思路。起初书生并不在意，可敲门声却越来越急促，书生只好打开房门。奇怪的是，门外却空无一人。等他在折返屋里的时候，赫然发现院子里站着一位体态优雅的妙龄少女，原来她就是古井下的女鬼。只见她娇滴滴地对书生说，自己名叫素素，长夜漫漫，料想书生一人寂寞难耐，特此前来陪伴公子。这话说的谁顶得住啊？但是凭空出现一个大美女，实在是太过诡异。书生定了定神，还是转身走向了屋里，还让素素赶快离开。素素连忙追了上去，下一秒他就看见书生手里的佛珠，屋子里似乎产生了一道无形的屏障。素素脸色一变，只好转身离开了。这个书生昨晚遇到一只女鬼，对他百般撩拨，但他对女鬼的示好不屑一顾，直接把他赶走。没想到第二天深夜，女鬼又来了。
这次他并没有径直出现，而是端坐在庭院里抚琴。被琴声吸引的书生忍不住前来查看，只见素素一身素衣装扮，模样十分恬静淡雅。琴声虽然悦耳动人，却处处透露着些许的哀伤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书生询问起素素的身世。素素告诉他，自己本是唐朝的官宦之女，时值安禄山造反，家道中落，故报警投井身亡。可是灵魂无法超度，反被井下的怪物所控制，是那妖怪逼迫他害人的。在得知书生住进古宅后，妖怪便让素素来勾引书生投井，可是素素没有成功，这让妖怪十分生气，将素素毒打了一顿。说到情深处，素素掩面而哭。听完这番话，书生的内心五味杂陈，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鬼。说话间，一阵妖风袭来，素素借此扑进书生的怀里。书生想起高僧的嘱托，连忙推开了他。鬼使神差之下，书生还是允许素素自由进出自己的屋里。得到特许的素素开始照顾书生晚间的饮食起居。在这诡异的气氛下，两人之间竟莫名多了一丝暧昧的气息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书生依旧抄着经文，而素素则在一旁陪伴。渐渐的，书生放下了戒心。一天晚上，书生趴在桌子上打盹，素素突然起了歹念，拿起绸缎就要将书生勒死。幸好书生及时苏醒，才没让素素得逞。这天，书生正在洗澡，素素再次想勒死他，可就在即将成功时，素素突然收了手。原来他已经对书生安生了情愫。而书生又何尝不是呢？他打发走搬回来住的书童，就是为了能和素素多一点二人世界。这天下起了大雨，书生和书童都在睡觉，雨水将书生抄好的经文全部打湿。醒来后的书生赶忙将经文都贴在墙上晾干，没想到这样一个举动却挽救了他的性命。晚上素素迟迟不来，书生焦躁不安，外面突然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书生念起经文，才慢慢恢复了平静。直到半夜，素素才浑身是伤地出现在书生的门口。素素也说出了实情，原来井下的怪物见素素迟迟没有动手，便亲自来取书生的性命。刚才的风雨也是妖怪兴起，可是书生的墙上贴满了经文，他怎么也攻不进来。一怒之下回到井底，又将素素暴打了一顿。这妖物本身是一条毒龙，法力很高，专吃人心。自汉代以来，已经在井中杀了3000个人。不过一时半会儿，毒龙不会再来了，因为最近他要去开龙王大会，10天后才回来。素素请求书生救救自己，毒龙离开古井，古井必定干涸，只要书生下到井底，将所见之物给拿上来，这样他就得救了。书生很爽快地答应下来，可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呢？这只女鬼让书生把古井里的东西拿上来。第二天，书生让小书童下井，书童不愿意，他只能自己下。书生顺利下到井底，井水果然干涸。书生一路往深处走，地上到处都是累累白骨，看来这妖怪果然害死了很多人。书生慢慢摸索，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木盒子，他赶紧拿着盒子回到地面，来到屋里打开一看，发现里面有一面古铜镜。书生很是好奇，暂时把它摆放到了桌子上。到了晚上，古镜突然不断闪光，素素居然从镜子里走出来。书生十分诧异，素素十分感激书生救了自己。这下书生变得更加疑惑了，他不明白素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素素告诉他，自己是人是鬼也是镜，我本是石矿所铸的12镜中的第7面，叫镜元影，天宝年间属徐敬中女儿素素收藏。素素投井时怀中正揣着这面灵镜，素素灵魂与自己融合在了一起，因附近水深，兼毒龙为害，遂被毒龙所役，迫不得已才害人性命。1000年来，幸得书生相救，他这才重见天日。这天之后，书生和素素开始了一段甜蜜的恋爱之旅。素素为书生抚琴跳舞，书生带着素素逛街游玩，两人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，招摇过市。可老仆人却看到了这一幕，很快这件事情就传到了老夫人的耳朵里。她亲自来到古宅和儿子对峙，恰巧碰见书生和素素在一起的一幕，两人瞬间慌了神。老夫人怒斥儿子金屋藏娇，不务正业。书生连忙解释，将素素的身世和盘托出。没想到老夫人非常开明，不但没有反对，反而默许了两人的关系。书生十分开心，这下他们有理由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他们游山玩水，过着甜蜜的小日子，还在庙前许下私定终身的愿望。听到书生提起高僧，素素非要去问问两人是否真的有缘，可高僧却默不作声，只是摇了摇头。两人十分不解，人鬼殊途，自古以来都没有好的结局，书生和素素也不例外。回去的途中，书生正准备喝坛上的茶，却被素素一把打翻。原来卖茶老婆婆是毒龙所化，素素连忙拉着书生逃跑，毒龙没有追赶，只是放下狠话，今晚定要来取书生的性命。入夜，书生和素素回到了古宅，想起上次的经历，
书生赶紧将抄好的经文贴满屋子，但是到最后却发现经文差了一章。白天玩得太嗨，99遍经文还差最后一遍，书生只好临时抱佛脚抄起了经文。可还没等他抄完，毒龙就杀到了，外面电闪雷鸣阵仗，要比上次大得多。两人紧紧抱在一起，互诉着至死不渝。闪转腾挪间，毒龙找到了缺口，就要攻进来了。素素突然明白，他和书生终究是有缘无分，虽然十分不舍，但是为了保住书生，素素毅然决然地冲向了毒龙。转瞬之间，风雨骤停，书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是当他转身拿起古镜的时候，镜子突然碎了一地，他这才明白，素素和毒龙同归于尽了，两人阴阳相隔，书生也永远离开了这个伤心地。这是来自1974年上映的古装鬼片《古镜幽魂》，讲述了一段人鬼恋的故事。里面刚满20岁的林青霞堪称颜值巅峰，简直不要太美。关注我，品味电影人生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